Hello，大家好，我是李优。今天塔罗帮你看的题目是近3个月的桃花旺吗？那如何提升成功的机会？那在解读之前，如果想要看更多的影片，记得订阅本频道，开启小铃铛。那在这边说明，塔罗牌的解读不适用所有的人，仅供参考。好，我们这边总共有3组，选你有感觉的牌。那我们就开始。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桃花的状态。我们看到有这个大神宫、个人的力量以及战士，所以在桃花上面其实是相当旺的，或者是目前的一个能量状态是处于一个蛮积极，对，蛮积极、蛮主动的。所以这意味着，当你有一些你对这个人有感觉，或是你的状况、你的心态，你觉得准备好了，你蛮稳定的，想要去认识人了，有这样子的想法，那么就去行动吧。透过表现，透过行动，透过表达，把你的声音、把你的意思传达出来，其实更能够发挥出你的这个桃花的能量。有看到这个战士。战士当然是一个很主动、积极追求、想要的东西。然而，因为这整体的一个能量是一个很爆发的状态，所以你也要小心的去控制。因为有时候如果冲太快的话，会让人就会有一种压力嘛，又或是有一种压迫感。对，所以你知道你喜欢这个人，你知道你想要，或是说此刻你正在跟这个人互动的话，那你记得有时候也要稍微放松一下。那从中间的这一张个人的力量，或是说个人的意志好了，这也代表说你已经准备好了你的状态，或者说你的自信心吧。我觉得这黄色的这个连接的脉轮是关于你的自信心，关于你的自我的价值、自我的认同，所以你比之前更了解自己的状况。就因为你了解了自己的状况，所以你可以把你更贴近你自己的感觉，你更能够看到适合你的人，或是吸引这样子的人来跟你互动，所以你也可以怎么说，很真实的呈现自己的样子。好，那我们来看塔罗牌的讯息。我们从塔罗牌我们看到有权杖9、钱币10跟圣杯9，所以这代表你脱离了之前的一个比较麻烦的状况。可能之前的关系不适合，可是你始终找不到一个切断关系的一个动力，或是你有你自己的一个苦衷、一个理由。好，那总算我们可以开始发展自己的新的关系了。所以，从钱币石来看，我觉得对于接下来你要找的对象，你是可以更稳定的，或是你更有耐心去观察，这个人他的品性，或是对话，或者是从各个的情况来去判断，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好的。对，那从圣杯九也代表的是一个对于自己的感受，所以你要有好的桃花，或者是说你要有好的关系，要重视自己感受，其实是很重要的。那过去可能你比较牺牲，或者是你比较忽视自己的感觉，没有把它放在第一位。好，那现在的你可以做到这样子。所以第一组整体而言，在谈感情上面，我觉得照着自己的步调去做。这个步调是新的哦，是新的步调，新的状态。因为现在的你是更有力量的嘛，所以你要记得在相处的时候，你要重视自己的感觉。你要知道说，我现在我们在互动期间，我是不是自在的，是不是放松的，或是我是不是能够很
很觉察自己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个声音、一个想法，不会有那种好像怕怕的不敢说的感觉。我就可以从这个判断来判断，跟这个人的互动是否是不是良好的，或者说这个关系是不是 OK 的。好，那另外一个建议就是，你需要花一点多花一点时间，有一点耐心去观察这个人。我觉得权杖十，过去可能是一个比较冲动，或是还没，或是那个情境是在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就开始了，进入了一段关系，你也没有先想想，自己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或是说，或是一个或是那个状态也不对，所以我们就开始了一段关系。但不管怎样，那是过去的事情，我们经历了很多，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是更了解的。所以对于关系，对于未来的对象，你需要的就是多观察。我觉得这个观察当然就是从相处上面看这个人的言行举止，身旁的朋友，他所关心的事情，他愿意分享的东西，以及他的也许说话的态度或是表达的方式吧，我们可以从各个状态来观察，来认识这个人。好，所以多花时间是不会错的。那我相信你也可以我觉得就是这第一组的成功率其实很高，所以要慢慢来，照着自己的步调，照着自己的这个心去相处，我想可以遇到不错的对象。好，以上是第一组的解读。那喜欢这个影片，要记得帮我按赞，然后订阅本频道，开启小铃铛。选到第二组的朋友，我们来看你近3个月桃花旺不旺。我们看到有喉轮，然后看到这个内在小孩，以及这个 Underworld 地底世界。好，感受到的有3个。第一个是喉轮嘛，所以它代表的是讲话表达。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连接到旁边的这个内在小孩，我觉得你是想到什么说什么的，或者是你是一个很靠直觉、靠感受的人，所以你会直接的把话说出来，开心也讲，不开心也讲。有时候会怎么说？有时候可能会稍微超过了一点，或是别人也会说：“你讲话有点白目。”但我想这是你基于你内心一个纯真、一个单纯，可能没有想太多，没有考虑太多，就这样子表达出来了。所以中间的这一张内在小孩，它反映出来的是，你内心保有一个很纯洁的，或者说很天真的一个态度。那我觉得这个状况也反映出，你在这个感情方面你有憧憬，或者是你的经验还不是这么多，或者是你很渴望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你的能量所带出来的桃花是一种年轻的感觉，我想吸引到的也会是一个年轻的，也许是年轻人，也许是喜欢这种新奇的事物，一种刺激，或是喜欢比较轻松相处，对，轻松相处啊，或是一种玩乐感比较重的一个关系。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或是你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相处方式的话，我觉得很好。对，那当然，我觉得就是照着自己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认识人。对啊，那这也代表着你不喜欢太过沉重、太过死板的状况。一个互动方式。那从这个 Underworld 地底世界代表的是有一些话，或是内心其实有一些想法，或者是简单说，我们不喜欢有太多的冲突，不喜欢有太复杂的一个对话。你会觉得说啊，宝姐，在刚认识，我觉得也许刚认识嘛，不需要一开始就讲的这么的沉重，
因为那个我们怎么会知道说之后会不会，会不会发展，会不会交往？所以在一开始，你总是喜欢呈现出一个好的，或是一个轻松的状态。那从这个，我觉得从这牌组来说的话，其实近3个月的桃花是年轻的，只要你保有你自在，你保有你这个天真纯正的这一面，我想其实你的桃花应该说你的人缘蛮好的，因为就是相处起来其实蛮令人开心的，有时候你可能讲话也蛮幽默的，所以跟人接触、跟人互动的机会是多的。那从这个机会来看的话，如果你也可以，你就可以从中去看到你有没有兴趣的嘛。那有兴趣的，你可能就多聊个几句啊，或者说，有机会可以吃饭啊，有多一点的互动的一个时间，这样子。好，那这个是你目前的一个桃花的一个能量的状态。好，我们来看一下塔罗。好，我们看到有愚者、恋人牌以及钱币的皇后。其实愚者代表的是一个很天真，代表的是一个没有心机，所以对于感情或是对于现阶段的一个状态而言，不排斥任何机会，是能够让关系有所发展的一个关键。所以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很严肃，或者是这个人看起来我不喜欢，所以我就不去互动。我觉得你就保有这个好奇心。也许你一开始不喜欢，第一印象不好，那我们就先保持着距离聊聊看嘛，对不对？聊聊看，就是没有什么，也不会造成你太多伤害嘛。说不定你可以从中意外的发现，这个人其实没有你想象中这样子，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经验不多，所以在这当中你还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看出这个人他大概的一个样子，或是说他的一个个性如何，是不是那两个人是不是合拍？好，所以记得要保持一个好奇心。我觉得从这个愚者牌跟这个恋人牌，其实你们都是有很多机会的。你们的交流，人际之间的交流，恋人牌所带来出来的这种爱，你要说爱或是一种暧昧的感觉，其实因为那个魅力一直在散发，或者是说桃花一直在扩散，所以其实你们是会吸引，就真的是有这种桃花运很旺的感觉。那桃花运很旺的感觉，我觉得对应到你的一个，我就外表给人的感觉是好亲近的，好相处的。然而这一张地底下世界，可能你的反差很大，这个反差是在真正相处之后才会呈现出来的一个状况。但我想就是这个是你的样子嘛，所以我看从这边来说的话，那从这一张这个钱币的皇后，钱币皇后代表的是一个很愿意付出，很愿意关怀他人，所以你是一个好东西会与他人分享。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喜欢分享。比如说我今天买了什么东西，我今天看了什么有趣的，我们会去分享这个东西，或是分享你自己的经验，你自己的这个所见所闻、话题等等，然后串起了自己串起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然而，我觉得如果你要真的谈感情的话，因为你们的人缘不错，所以每一个人看起来相处起来都会像朋友的样子。但如果你真的对于你有感兴趣的对象的话，那你势必要做有一点不一样的表示，不然别人感觉起来都是一样的感觉，都是朋友之间的相处，他不会觉得说你是有意，你是认真的，或是想要跟他有多一点的互动的。所以这个是你可能要做出一个区别，这样子才能够制造出那个机会，或是能够把你的意思传达出给别人知道。
那总之，你目前的一个能量状态，轻松的、充满魅力的、充满的这种一种爱的火花的感觉。所以就，你知道你有这个你有这个特质，或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的话，好好利用，是可以找到不错的、聊得来的，或是找到一个这跟自己频率合的一个对象这样子。好，以上是第2组。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然后订阅本频道，开启小铃铛。选到第3组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桃花状态。我们看到有 family 家人，然后 forgiveness 原谅以及的 kiss。现在的你其实是有点脆弱的时候，有点敏感，比较纤细，然后有时候比较多愁善感，或者是情绪起伏比较大的时候，所以中间的这一张牌关于宽恕或是关于原谅，这代表你在这个时间有可能是处在一个自我疗伤的时期，或是你需要给自己需要比较多的空间，时间跟自己对话。那这个状态有一种嘛，就是也许你刚离开一个关系，所以你现在对于关系你是不想马上进入下一段的，所以你花一点时间在于疗伤，或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这个 family 在这边不只是家人的意思，我觉得比较多，它讲的是一种连结。我觉得这个连结对应到的是一种你现在的一种敏锐度，对，或是一种很容易触发自己情绪、触发自己脆弱，或是比较深层的那一面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要进展你的关系的话，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保护自己。这个保护自己当然可以是一个你说安全上的保护，也可以是一种内心的一个保护。这个内心的保护包含你的界限，你要知道，你不能过于勉强自己，或是你不要过度付出，这个你要很清楚的。因为先前可能就是因为过度付出，或是先前可能过于压抑，或是没有把自己的想法，或是你很忍耐，所以状况变得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自己现在要重视自己的声音，重视自己的想法，重视自己的价值。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低。你要知道你在谈感情或是在人相处的时候，你是要平等的，对，平等的对待自己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你们现在的一个功课吧，或者是说这也代表你们的同理心，你们还有很强烈的一个同理心，或是一种共感的感觉。好，先把这样子的一个力量，把这样的关怀先留给自己。那我觉得让自己变得更能够支持自己是最重要的。好，我们从塔罗来看。OK， 好，我们看到有钱币5、宝剑10跟权杖4。当然我从这边的牌看到最后的权杖4，对于家庭、对于安全感是应该说家的一个概念，或者是说安全感，不管是家的一个图样，实际上一个关系，一个稳定的家，以及内在的这个家这种归属感，是你们能不能够好好经营、好好走入关系的一个关键。我觉得内在的安全感，这个归属感，或是找到自我的一个就一种根的感觉。因为你可能找不到根，它也有可能像是我们可能一直都有一种好像在流浪，或是我们持续的在换环境、在搬家，所以你始终找不到什么地方才是你觉得好安心，你可以真的就是定下来的感觉，这种的安全感。所以我们必须从这当中找到一种这个安全感，这个归属感，只有你才能给自己。对，所以这也是
这也是你是否能够经营长久关系的一个关键。当你有了安全感，你有了这个稳定的一种归属感的感觉的时候，在跟他人互动的时候，你更知道，你更不会受到影响，你也更能够好好的表达自己，或者是说在这个比较脆弱的时候，你也知道要怎么去跟对方相处，怎么去释放自己的压力。好，那从前面的这个钱币五宝剑十，钱币五刚刚是关于自我的价值，所以刚才说的，有可能因为你没有这种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你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你不知道你自己好在哪里。简单的说，你不知道你自己好在哪里，所以即便你有了不错，你天生条件可能不错，或者是你的能力不错，你依然会觉得怎么好像哪里不够。好，这种一种匮乏，这种一种对于自己没有连结，跟自己连结度不高的状况下，我们就很渴望有一个好厉害的人，或是可以接住自己的人，或是一种我们心中的一个理想的人的一个投射就会出现，所以我们始终会找一个这样子可以依靠的人来依靠。但也许这样，也许对方是真的是可以依靠的，可是内心的这种不安全感，内心的这个价值如果找不到的话，这个其实是会一直不断的在消耗的，它在长久相处下来也是会让这个原本的关系是会变质的。它可能会变成是一种依附，或者是可能会变成是一种控制，或者是变成一种也许是一种委屈或是不对等的状态。对，所以这一块是需要慢慢补足的。然后这种宝剑嘛，所以它也意味着沟通，所以沟通可能不良，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沟通，你不知道怎么表达。我觉得这内心有太多的不知道，或者是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或者我害怕说出来，所以因为害怕说出来，所以迟迟不敢前进，或是因为没有这样子的，因为太害怕失败，太担心说出来这个关系会变得不好，所以一直在委屈自己，一直在怎么说，一直在贬低自己好了。对，虽然说听起来好像有点负面，可是我想，如果你是这样的状态的话，你势必我们必须要谈成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这件事情，因为当我们真的去面对了，我们才有可能从当中把自己给拉自己一把，慢慢的走出来，真的越来越找到自己的一个自我的连结归属感。只要是人，我们都有所谓的优点缺点。今天优点，即便你有这个优点，也许你看你自己的特质，你不觉得那个是优点，可是别人觉得是。对，那你可能要重新去看待自己。你说每个人有他自己独特的自己的一个特质，一个做事，一个表达自己、发挥自己能力的一个方法。只要是他能够连结的好，只要他能够适得其所，他都是好的。那今天如果你有比较不擅长的地方，或者是说没这么厉害的一个地方的话，其实这也是你自己啊。因为如此，所以你才可以有这么一个独特的自己。对，所以学着去看到自己的好。你要这个好是要有感觉的，而不是就是说别人说你好，然后就只是这样子而已。你必须自我认同，那个力量才会真正的有，才会能够成为你支持你的一个力量。所以你必须找到自己的这个归属感，找到自己的这个安全感。那你要想想，其实你有这么的一个容易共感，或是这种跟人可能会很容易有这种
一种情绪或是情感上的一种连接，所以这个其实是你的特质，这个是你可以去运用的，这也代表着你有很强的一种同理心，所以记得在倾听他人的同时，你也先要记得听听自己的声音，因为这是你一个先天的优势，好好去运用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好好透过这样子的一种连结，重新连结自己，自我认同，找回自己的一个爱自己的方式，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桃花这个关系，在未来是越来越顺畅的。好，所以第三组，好好的关爱自己，好好的关心自己，对，拥抱自己脆弱的这一面，接纳自己的这一切的美好，我相信你们是会更好的。好，以上是第三组的解读。如果喜欢这个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好，就到这边，拜拜。